这里是海滨浴场，一群人正在海上游泳。此刻的海底蠢蠢欲动，突然，远处一名小孩出事了，一条巨型鲨鱼攻击了他，海面浮出一片血液，所有人都惊慌失措，往岸边逃离。一名女人在寻找自己的小孩，四处搜索也没有发现他。这时，海浪将小孩的玩具冲上岸，周围还附带着大量血液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孩子已经出事。回到镇上，所有居民都人心惶惶，他们贴出悬赏令，有能力猎杀鲨鱼者得到3000欧元的众筹。镇上的官员集体开会，警长马丁说，海滨浴场必须临时关闭，直到危险解除为止。其他官员议论纷纷，海滨浴场可是小镇的重要收入，他们考虑到捕捉鲨鱼不是1-2天的事，如果长时间关闭浴场，将严重影响小镇的开支。这时，一名男人出现了，他一边吃着旺旺雪饼，一边说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认识我，知道我是做什么的。没错，他就是镇上大名鼎鼎的捕鲨高手。他接着说，如果不想长时间影响生意，就必须请他帮忙，但是酬金必须加多1万。镇长听到这里，表示要考虑一下，因为1万不是小数目。第二天，镇上的渔民都行动起来，他们都想出海碰碰运气，万一被他们抓住鲨鱼，3000欧元马上到手。他们撒下大量的牛血，想以此引来鲨鱼。果然，让他们抓到了一条虎鲨。所有人都认为他就是凶手，但胡子哥用尺子量了一下，嘴巴的宽度根本不足以吞下一个人。夜晚，他们对虎鲨进行解剖，想通过胃里藏留的东西分辨出是不是吃人那条。但虎鲨的胃里尽是一些垃圾，它根本不是杀人的凶手。第二天，他们找来镇长商量，说虎鲨根本不是要找的那条，更大更危险的鲨鱼依然存在，建议海滨浴场继续停业。但镇长根本不理会，说明天就是国庆日，大批游客即将来到，停业会对小镇财务损失极大，无论如何也坚持开业。时间来到国庆日这天，大量游客涌入海滨浴场，这里人山人海，非常热闹，人们也都下海游泳。这时，巨大的身影又出现在海上，海面上巨型鲨鱼正在靠近小船，不远处的地方就是海滨浴场。此刻的男人浑然不知危险到来，小船被撞翻，男人掉进水中。没一会，巨大的身影将他拖下水，男人拼命挣扎，无奈力不从心，最后还是成为鲨鱼的午餐。海面浮出大量血液，男人已经彻底完蛋。其他人听到悲惨的叫声，都纷纷往海岸撤离。海滨浴场又出了一条人命。马丁望着远处的海面，露出一脸的惊愕。回到镇上，他将镇长拉到一旁，拿出一张支票让他签字。海滨浴场不能再出事了，必须出经费请捕鲨高手猎捕鲨鱼。镇长虽然考虑到那紧缺的经费，但接二连三的出事也让他绷紧神经，最终也将支票给签了。他们连忙找到昆特，他可是当地有名的捕鲨高手。接到生意的他当然一脸笑容。马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他们跟着一起出海。昆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紧接着，他们准备了捕鲨工具，还有一些必需物品，驾驶着大船缓缓出航，来到鲨鱼出没的位置。他们往海里撒下牛血，还有鱼肉，2样东西都是鲨鱼的最爱。接着在船上悠闲地吹牛皮，等待鲨鱼到来。一段时间过后，鱼线有所反应，昆特知道猎物已经来到。没一会，水底有东西转上鱼钩，齿轮在高速旋转，不过他们并不确定就是那条鲨鱼。可惜男人弄断鱼线，最后扑了个空。中午，昆特望了望太阳，此时正是鲨鱼的寻食时间。他让马丁继续抛洒鱼饵，但马丁撒着撒着，大白鲨就露出水面。马丁往海面抛洒牛血，他们正在猎捕鲨鱼，可撒着撒着，鲨鱼就浮出水面，立马将马丁吓一跳。他连忙进来告知昆特，说可能需要换一艘更大的船。昆特出来一看，巨大的身影出现在海面上，他们没想到鲨鱼如此之大，往近一看，鲨鱼犹如一艘小潜艇，缓缓开过，身长大约8米，足足有差不多5吨重。眼下的大船想要捕捉它，明显有着一定的难度。身为船长的昆特却说没事，让他们立马开始工作。他们将长线绑上氢气筒，然后给鲨鱼来了一枪。鲨鱼将氢气筒带到海面，他们在消耗鲨鱼的力量，接着开船跟上。但鲨鱼的速度之快，最后连同氢气筒一起潜下水底。氢气筒的浮力相当庞大，这也印证了鲨鱼的强大力量。鲨鱼就这样从他们的视线消失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发现浮在水面的氢气筒，于是连忙将其拉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鲨鱼出现了，氢气筒依然挂在他身上。他们连忙拿出鱼枪，又在他身上打了2枪。这下鲨鱼的身上挂着3个氢气筒，想潜下水底那是不可能的，用不了多久就浮出水面。这下的鲨鱼彻底怒了，他慢慢靠近大船，几个也隐约感到危险的到来。没多久，大船开始翻倒，鲨鱼在水底攻击他们。昆特连忙驾驶大船，上足马力开始离开。可怕的是，鲨鱼竟然跟着他们的船，可见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报复。大船的马力加到最大，引擎耐不住消耗，接着被烧掉，船里冒出浓烟，失去动力的大船只能停留在原地。无可奈何，他们只能使出最后一招，这是一瓶硝酸盐。他们要将这东西注入到鲨鱼体内，于是将准备好的铁笼子丢下海。
胡子哥背上氧气瓶，进入到铁笼子里面，然后潜入海底，用这种方法吸引鲨鱼靠近。只有近距离才能为鲨鱼注射。没一会，鲨鱼就冲破铁笼，他也将针管刺中鲨鱼，但是起不到什么效果。他只好躲到海底的礁石旁。这时，鲨鱼转换目标，开始攻击大船，船身再次被压倒。昆特就这样滑进鲨鱼的嘴里，一命呜呼。接着他又来寻找马丁，最后马丁将氧气瓶塞进鲨鱼的嘴里，然后开枪引爆。就这样，巨型大白鲨就此被消灭，尸体缓缓潜入海中。整部故事到此结束。